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又係我 Neo 啊。嗱，話說咧，Insta360佢哋就推出咗一個新嘅機型啦，咁就係叫做 Insta360 Ace Pro 啊。咁咧就係我手上面呢一盒嘅 Ace Pro 啦。咁今日呢個影片咧就會同大家嚟開箱同埋評測佢哋新推出嘅呢個產品。嗱，今次咧 Insta360 咧就推出咗兩部機啦，咁一部就係 Ace Pro，而另一部咧就係普通版嘅 Ace 啦。嗱，咁今日咧就手頭上只係得 Ace Pro 啫，咁我就冇 Ace 嘅，咁所以咧就唔能夠同大家做一個 side by side 嘅評測。咁今日呢條影片咧係會同大家集中去講 Pro 嘅版本嘅。先同大家開箱講下呢部 Ace Pro 嘅外觀設計。機身前面咧就有隻細細嘅 mon 去俾你睇拍攝嘅時候嘅一啲參數嘅。咁機身嘅右手面就係開關掣啦，然後頂部咧就有快門掣，然後左手面呢度就係擺放電池嘅位置。至於充電嘅位置咧，就係喺呢度啦，咁就有個 Type C 頭，然後旁邊咧就有一個擺放 Micro SD 卡嘅位置。其實咧，我不嬲都覺得呢部1年前推出嘅 One RS， 佢係有一個弱點㗎。最大嘅弱點咧就係嗰隻 mon 咧實在太過細啦。而新出嘅呢部 Ace Pro 咧，佢隻 mon 咧係一隻2.4寸嘅大 mon 嚟嘅，觸控式屏幕啦。而更加正嘅地方咧，係呢隻 mon 咧，除咗係一隻 Touch Mon 之外咧，仲係一隻反 mon 嚟嘅啦。我哋咧呢度可以將佢反去前面，然後咧喺前面咧去使用嘅。嗱，呢個設計咧非常之好啊！特別咧係你攞住部機去拍 vlog 去自拍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好清楚咧咁樣睇到自己拍緊啲乜嘢嘢啦。嗱，我自己咧都幾中意呢個設計嘅，因為我特別咧係唔中意咧呢啲運動攝影機咧成日都要再另外連一部手機先可以咧當係一個 external mon 咁樣去睇部機影到啲乜嘢。我比較上咧係中意咧啲機上面咧自己有隻 mon， 我拍攝嘅時候咧直接睇上面隻細 mon， 睇緊自己拍啲咩，咁就更加之方便，就唔使成日下下都要攞部手機出嚟去做連線咁麻煩嘅。咁機身底部咧就採用咗一個磁吸快拆嘅設計啦，咁就俾你咧可以快速咁樣將部機咧去安裝喺唔同嘅配件上面啦。快拆扣上面都有粒細細嘅掣，去防止部機跣出嚟。同大家咧睇完個硬件之後咧，就同大家睇下呢部機咧拍攝上面嘅功能啦。嗱，咁呢部 Ace Pro 咧，其中一個賣點咧就係佢可以支援咧呢個 AI 手勢控制，即係話咧你可以用你嘅肢體動作咧去控制部機嘅。如果大家之前睇過 Insta360 Link 嘅產品啦，咁嗰個產品咧其實都有類似嘅功能啦，咁就係都係可以用手勢去操作部機。咁但係呢個功能咧喺 Insta360 佢哋運動攝影機系列裏邊咧就從來冇出現過嘅。咁今次咧係首次喺呢個 Ace Pro 上面出現啦。嗱，咁用呢部 Ace Pro 咧去用呢個手勢控制咧個操作就好簡單嘅啫。依家咧示範俾大家睇。咁我依家咧就將部機咧擺喺呢個位置，你只需要咧部機影住自己嘅時候咧，向住部機去做個 V 字手勢，咁咧佢就會自動咧幫你去影相噶啦。又或者咧，你可以咧舉高隻手，咁佢咧就會開始錄影啦。然後咧再舉高隻手，就會停止錄影嘅，就咁簡單啦。嗱，呢個 AI 手勢控制功能咧，我自己覺得係幾實用嘅，尤其是咧係喺水裏邊嘅時候啊。嗱，呢部 Ace Pro 咧，其實佢本身咧攞機咧已經有10米防水嘅功能㗎啦，即係話咧你可以就咁咧將呢部機帶落水去用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想帶呢部機咧去潛水嘅話咧，亦即係話你落水會超過10米深嘅話咧，咁當然你就需要另外再加錢咧去買呢個60米嘅防水殼啦。咁但係咧，其實我想特別強調嘅咧，就唔係呢一個防水功能啊，因為呢個防水功能其實好多運動攝影機都已經有㗎啦。我想特別講嘅咧，其實係呢個防水功能再配合呢個 AI 手勢控制功能一齊去用嘅話咧，其實咧就意味住咧你係可以咧喺水裏邊用手勢去控制呢部 Ace Pro 啊。嗱，呢個功能咧其實就好實用喎，因為你喺水裏邊咧，其實你盡量都唔想撳咁多嘅掣啦。依家咧你可以用手勢咧去控制部機拍片或者係錄影啊，咁咧就大大簡化咗咧嗰個機嘅操作嘅步驟啦。咁所以點解我講話喺水裏邊咧特別有用就係咁樣解啦。嗱，除咗手勢控制之外咧，今次呢個 Ace Pro 咧，佢都有一個新嘅配件啦，咁就係咧我手上面呢一個叫 GPS 預覽控制器啦。佢係一隻好似錶咁樣嘅控制器嚟嘅。嗱，呢度我有個錶帶啦，咁純粹咧就咁將佢裝上去啦。咁然後咧就可以當佢好似係錶咁樣戴上手腕啦。咁呢個 GPS 預覽器咧就真係好似一隻錶咁樣嘅，咁你可以睇時間啦。咁你 Swap 咧可以有唔同嘅選項啦。咁呢度有一大堆嘅
設定啦。而且咧你 swap 過呢邊咧又可以做下一啲可能跑步嘅時候做下啲記錄啊，或者咧呢度有個指南針咁樣嘅。咁咧如果你想連接部機咧，其實好簡單，你就咁 swap 上去啦。咁咧你就見到咧佢自動咧已經同呢部 Ace Pro 咧就連接咗起嚟㗎啦。至於咧呢隻錶咧，呢個遙控錶嗰個畫面嘅接收距離有幾遠呢？咁我咧就同大家咧喺呢度頭先剛才試過㗎啦。咁呢度到嗰度咧，大約係10米至到11米左右嘅距離啦。咁我就發現咧，就算我擺部機喺呢度啦，然後我企喺嗰個位置咧，其實呢隻錶咧都可以咧清晰咁樣睇到嗰個圖傳畫面嘅，即係仍然咧係能夠即係企喺10米以外咧，都係能夠控制到呢部機啦。咁影相同埋拍片都冇問題嘅。我相信咧呢部機咧，即使喺10米以外咧，其實都能夠控制到佢嘅。咁但係我就冇同大家去試啦。咁但係相信咧10米嘅接收距離咧，其實都好夠大家去用㗎啦。呢隻錶係需要獨立買㗎啦，咁佢嘅售價咧就係149.9毫9美金，咁折合港紙咧就係1170蚊。繼續咧就同大家講下收音啦。咁依家咧我就用緊呢部 Ace Pro 咧去影緊自己，咁咧依家係用緊咧 Ace Pro 佢內置嘅收音咪去做收音嘅。呢部機上面咧就有3支咪嘅，咁分別咧就係前面嘅呢支咪啦，上面嘅呢支咪啦，同埋右手面嘅呢支咪嘅。咁呢部機上面咧就有3個收音模式啦，咁分別咧就有立體聲啦、單向增強模式同埋降噪嘅模式。3個模式有咩分別呢？咁先講立體聲啦。立體聲咧其實就係用晒機身上面3支嘅咪咧去做收音啦。咁即係話咧四方八面嘅聲咧都係會收得到嘅。咁一般嚟講咧，大部分嘅情況咧其實都係用立體聲就最適合噶啦。但係咧如果你好似我依家咁樣啦，反起隻 mon 去影住自己去講嘢嘅時候咧，咁你可能咧就會想轉去呢個單向增強模式啦。咁我依家咧就轉咗去呢個單向增強模式啦。咁呢個模式咧就會主要咧用機身前面嘅呢支咪咧去做收音啦。咁咧就好適合咧，好似我而家咁樣啦，影住自己講嘢嘅時候咧去用嘅。喺呢個模式之下咧，你應該會聽到咧旁邊嘅雜聲咧係會少啲啦，而且咧我講嘢嘅時候咧個人聲咧亦都會比較突出嘅。咁所以咧呢個模式咧就好適合咧你去拍 vlog 嘅時候去用啦。今次呢部 Ace Pro 咧，佢嗰個 sensor 咧係特別大嘅，咁佢就採用咗一個1.1/3寸嘅感光元件啦。咁咧就比起咧我左手面拎住呢部嘅 One X3嘅半寸感光元件咧係大啲嘅。咁大家都知道啦，感光元件越大嘅話咧，拍攝質素咧亦都自然會越高啦。咁喺呢部 Ace Pro 上面咧，你最高係可以拍攝到4800萬像素嘅高解像相片嘅。加上今次呢部 Ace Pro 咧，佢嘅鏡頭亦都係同 Leica 咧佢哋合作所推出嘅。咁呢部 Ace Pro 咧，佢係可以拍攝到 DNG RAW 檔啦，同埋咧可以拍攝到 Pure Shot 嘅。Pure Shot 咧就係 Insta360佢哋透過後製啦處理啲相片咧，去令到張相片咧係更加之靚啦。咁情況有啲似 iPhone 咧嗰個合成技術嘅。咁呢度咧就係一啲咧用呢部 Ace Pro 所拍出嚟嘅高解像相片啦。頭先講呢部機係可以拍攝 DNG RAW 檔啦，但我自己咧依家都比較少用 DNG RAW 檔啦，因為好多時候用 Pure Shot 所影出嚟嘅 JPEG 檔咧，其實嗰啲光暗啊、顏色啊，其實已經調好晒，我都冇需要再用 DNG RAW 檔去執啦。咁所以好多時候，即使我影咗 DNG RAW 檔咧，好多時候我最後都唔會用，我直接用張 JPEG 檔咧，其實已經好足夠。影片拍攝方面，呢部機最高係可以拍攝到 8K 24格嘅高解像影片㗎。只不過 Insta 佢哋寄呢部機俾我評測嘅時候呢，佢哋係 disable 咗呢個功能㗎。咁所以我喺今日呢條影片裏邊呢，就好唔好彩地呢，唔能夠同大家分享呢部機所拍攝嘅 8K 影片啦。不過除咗 8K 影片之外，呢部機仲可以拍攝到 4K 120fps 嘅慢動作影片。咁 4K 82格呢，係可以配合 Flow State 嘅防震一齊使用嘅。嗱，我哋一齊睇下影片。120fps 以24格去計算嘅話咧，呢啲嘅影片咧最多可以拉慢5倍啦。咁當你咧將部機放喺電單車或者係車上面去拍攝啲影片嘅時候咧，就特別有用啦。因為好多時候咧車 cam 片拍出嚟嘅影片咧就太快啦，一般咧都需要拉慢去用啦。咁所以呢個120格咧就十分之有用。咁呢部 Ace Pro 咧亦都有一個 Crop Mode 嘅，咁個意思咧其實就係2x 嘅變焦啦。咁其實情況咧就有啲似 iPhone 咧嗰個4800萬像素嘅2x 鏡頭啦。咁你只需要咧喺呢部機拍攝嘅時候咧，你喺右下角嗰度咧會見到一個咁樣嘅自然咀咀啦。咁當你撳落去嘅時候咧，佢就會咧將個畫面放大2倍嘅。其實呢個2倍嘅放大倍數咧，其實都算多噶啦，因為比起同類型咧嘅其他運動攝影機啦，例如係 GoPro Hero 12咧，佢最多都只係得1.6倍嘅變焦，而呢部機咧2倍嘅話咧，其實都係算多噶啦。
不過咧就好可惜啦，呢個2x 變焦嘅功能咧就只能夠係喺 4K 60fps 嘅功能去用嘅啫。亦即係話咧，如果你係用緊 8K 24fps，又或者係 4K 120格或者係100格嘅話咧，都係冇得用呢個2x 嘅變焦功能嘅。嗱，今次呢部機咧低光拍攝方面嘅能力咧，亦都有大大嘅提升嘅。嗱，呢部機裏邊咧就新加入咗一個叫做低光 Pure Video 嘅功能啦。咁原來咧今次呢部 Ace Pro 裏邊咧，其實就配搭咗一張5納米嘅晶片啦。嗱，有咗呢張強大晶片咧，就可以俾你做到一啲實時嘅 AI 降噪啦。咁我就用呢部 Ace Pro 拍攝咗一啲低光 Pure Video 嘅影片啦。咁大家見到啦，開咗呢個低光 Pure Video 嘅功能之後咧，畫面明顯係光啲啦，同埋靚啲嘅。好明顯咧，畫面上高咧比較低光位置嘅雜訊咧，亦都比較少啦。情況咧其實係有啲似 iPhone 咧裏邊個 HDR 影片嘅功能咁樣嘅。咁總之咧就係用一啲複雜嘅運算咧，去令到畫面整體嘅畫質咧係得以提升嘅。嗱，繼續咧就同大家講下呢部機咧嘅電池啦。嗱，呢粒電池上面咧，佢就寫住咧佢嗰個容量係1650個 mAh 嘅。嗱，至於咧一粒電可以用幾耐咧？嗱，正常嚟講咧，我去用呢部機去全日拍攝可能 4K 60fps 嘅時候咧，咁一粒電咧大概就可以用到2至到3個鐘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想用呢部 Ace Pro 用全日嘅話咧，我就會建議咧你再去買多另一粒電，咁前後2粒電嘅話咧，咁咧先至會足夠咧你去全日咁樣使用嘅。咁呢部 Ace Pro 咧亦都有快速充電嘅功能啦，咁佢最快咧可以用22分鐘咧就充到80%嘅，然後如果你想充滿嘅話咧，佢都只係需要用46分鐘咧就可以充完噶啦。嗱，嚟到最尾啦，同大家講下價錢啦。咁呢部 Ace Pro 咧，香港嘅售價咧就係3299蚊港紙噶，而普通版嘅 Ace 咧嘅售價咧就係2699蚊啦。嗱，其實咧 Ace Pro 同埋 Ace 咧，佢哋兩者之間相差呢幾百蚊啦。到底其實佢哋個差別係喺邊度咧？咁呢度咧就有個表咧可以睇到兩部機嘅分別啦。咁原來咧普通版 Ace Pro 咧佢嘅感光元件咧只係得半寸咁大嘅啫，而 Ace Pro 咧就有1.1/3寸咁大。影片拍攝方面咧 ，Ace Pro 咧就只能夠拍攝到6K 30fps， 而 Ace Pro 咧就能夠拍攝到8K 24格嘅。同埋充電方面咧，亦都冇快速充電嘅功能。仲有嘅就係普通版本係冇 Active HDR 嘅拍攝功能嘅，咁呢一啲咧就係 Pro 版本同埋普通版本嘅分別。咁所以咧，你就睇下啦，呢幾百蚊你覺得使得值唔值啦？到底頭先所講嘅功能你需唔需要咧？如果需要嘅，當然就係揀 Ace Pro 啦。如果唔需要嘅，就揀翻 Pro 嘅版本咧，其實已經好足夠。嗱，咁我亦都覺得咧，其實你買之前咧，亦都好應該咧，再睇下咧 Insta360 佢其他嘅運動攝影機產品，因為其實佢呢個品牌下面咧係有好多嘅攝影機產品㗎。咁例如咧，就我手上面呢兩部機啦，分別咧就係呢部 One X3 同埋呢部 One RS 啦。嗱，唔同嘅機型咧就有唔同嘅長處啦。例如咧呢兩款機咧都有360拍攝嘅功能嘅，咁但係咧 Ace Pro 上面咧就冇嘅。但係咧相反，如果淨係去比較咧三部機嗰個單鏡頭拍攝嘅功能咧，咁 Ace Pro 咧佢單鏡頭拍攝嘅質素咧又係3個之中最好嘅喎。咁所以咧，我覺得好視乎你嘅需要啦。如果你需要嘅係一部可以拍到普通影片，同時間咧又可以拍攝到360影片嘅相機嘅話咧，咁可能咧One X3 或者係 One RS 咧就會比較適合你啦。但係如果你需要嘅係一部又大 mon 又可以反 mon 而且又有高拍攝質素嘅運動攝影機嘅話咧，咁呢部 Ace Pro 咧可以話係不二之選。嗱，如果你對呢個新產品咧有啲咩疑問嘅話咧，歡迎你喺下面去留言問我啦。咁我都咧會逐一去同你哋解答嘅。同埋咧，如果你對呢個產品係有興趣，你係想買嘅話咧，亦都可以用我呢一條嘅 link 咧去購買嘅。咁你用我呢條 link 去俾錢嘅話咧，咁你就會有指定嘅優惠嘅。優惠嘅詳情咧，你可以睇翻影片嘅 description， 咁裏邊咧就有寫噶啦。咁我哋今日呢條嘅評測影片咧就差唔多啦。嗱，如果咧你覺得我今日條影片係幫到你咧，都請你幫我做幾件事啦。咁分別咧就係 like 同埋 share 我今日條影片，再記住訂閱我呢個頻道，同埋打開個通知功能。咁我下次再推出新影片嘅時候咧，你都可以第一時間睇得到。咁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下條片再見，拜拜。